坦克兵地位急剧下降，为何更古老的炮兵却能在现代战场屹立不倒？要论综合战力，无论是牵引火炮、自行火炮还是大口径榴弹炮，都无法与融合了机动、火力以及防护于一体的坦克相媲美。要论射程和威力以及射击的精准度，再先进的炮弹也难以超越导弹的性能。似乎除了相对便宜，炮兵在现代战争中并没有太多优势。然而，在现实战争环境中，炮兵和火炮的重要性以及实用价值却超过了坦克和导弹，成为了主角。就拿当下俄乌冲突来说，俄军在战场前沿的坦克装甲车，因为害怕乌军无人机的攻击，全部在炮塔顶部外围焊接上了各种怪异的防护装置，就像一个牢笼一样，将坦克原本可以灵活转动的炮塔死死地限制住，彻底沦为架炮的板车。当然，乌军的坦克装甲车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不过在对炮兵或火炮的运用上，双方却并没有这么多的掣肘。火炮凭什么在现代战争中比坦克运用的更广泛？不仅乌克兰不断需要美国和欧洲持续援助122毫米或155毫米口径的炮弹，就连拥有庞大弹药武器库的俄罗斯，也在不断从朝鲜、伊朗等国手中拿货。虽然如今俄乌双方之间的炮弹互兑已经相比激烈冲突时期的每天上万发甚至数万发大幅下降了，但是乌克兰向欧美索要的炮弹援助依然是希望每年能够达到上百万发的程度，足以可见火炮在实战中的使用量和频率。可是火炮明明并非什么新式武器，追寻历史的话，则有上千年的变迁，而坦克自诞生以来不过100年历史，就遭遇了如今的尴尬境地。偏偏火炮和炮兵却能屹立不倒，则主要是和火炮的特征以及使命相关。那火炮究竟又有怎样不同于坦克的特殊价值？实际上，要论防御能力，火炮几乎为零，只要被攻击必然有损失。但也正是因为其需要依赖其他兵种的防御，同时其职责是为其他负责进攻的兵力提供火力支援，就反而让炮兵不需要过度挺进作战前沿。毕竟，即便是最一般的大口径榴弹炮，射程也在10几公里以上，甚至达到几十公里，而远程火箭炮的射程更是能够达到上百公里，甚至数百公里。相比之下，坦克反而因为装甲防护的存在，以及被赋予的突击作战使命，在进攻作战中成为了现代战场的开路先锋。然而，这也就让其成为了众矢之的。相反，火炮看似名不见经传，甚至躲在幕后，却能够依靠数量形成强大的火力覆盖能力，成为战场主角之一。传统的火炮为何如今又越来越重要？事实上，海湾战争给全球军事领域带来了一场误导。美国等西方国家当时对伊拉克的降维打击能力确实值得称道。以美国人当时的电磁干扰作战能力和空中打击优势，萨达姆拥有的100万军队和数量庞大的坦克装甲以及数千门火炮，确实只能是被动挨打。而且美国速战速决，趁着震慑住伊拉克军队的时机，迅速派出地面部队，才获得了战果。但如果萨达姆当时坚决不接受停火协议，而是不断的耗下去，就像如今的俄乌冲突一样，那么即便拥有再优势的空中力量和再先进的精确制导武器，也不得不最终回归到双方依靠火炮对轰的局面。只要对峙双方不是有一方具备压倒性的优势，这样的情况就一定会出现。而之所以一定是火炮，一定是以消耗大量炮弹为前提，就是因为火炮相对便宜的属性，可以通过大量的火炮射击实现火力覆盖，并且即便对于价值不大的普通步兵目标或攻势用了也不心疼。火炮能够长久不衰，只是因为相对便宜吗？相比于导弹动辄几百公里，甚至弹道导弹上千公里的射程，超音速突防能力以及精确制导和能够携带多种威力巨大的弹头等特性，火炮也在不断升级。在精准度和威力都不断接近导弹的情况下，导弹的高昂价格必然成为了劣势，只会被用来攻击更高价值的目标。同时，自行火炮的升级以及火箭炮的发展，使得火箭家族的命脉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特别是我国研制的多型中远程火箭炮，不光射程都在数百公里左右，而且采用更加先进的卫星等制导方式，射程和精度已经无限接近于导弹，同时价格却相对实惠。这也是俄乌战场上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海马斯火箭炮能够一度被吹捧的原因。火炮在不断发展中，始终担负着经济化条件下最大火力输出能力的重任，这也是其长久不衰、屹立不倒的主要原因。